从前，从前，在遥远的地方住着一家人。他们最大的孩子叫做温蒂，还有2个儿子强尼跟麦克。一天晚上，他们的父母要到城里去。孩子们待在家里，一起开心地玩游戏。当玩累了也困了，姐姐开始讲彼得潘的故事给他们听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很远很远的秘密王国里，住着一个少年，他叫做彼得潘。他们都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温蒂因为窗边的声音醒来了。他看到了什么呢？有个孩子跟小仙子出现在他面前，他们坐在窗台对他笑。晚安，我的名字叫做彼得潘，我是你刚讲的故事里的英雄。虽然你的故事少了点细节，但还是很棒。我是小仙子，你也可以叫我丁丁，随便你想叫哪一个都行。就像你看到的，我是个小精灵。哇，你们是真的，很高兴能见到你们。我们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住在秘密王国。我跟彼得潘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认识很久很久了。我有个好主意，彼得潘，带这些孩子到我们住的国度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这探险一定很好玩，我最喜欢探险了。但是你们会飞，而我们没有翅膀，我们不会飞。不需要担心，只要我撒一点金粉给你，你就能像我们一样飞了。温蒂很想跟着去冒险，立刻把弟弟们叫醒。强尼跟麦克看到彼得潘在眼前，都感到很惊奇。对啊，我刚才见到他们，我也吓了一大跳。但是故事里的彼得潘跟小仙子是真实的，而且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秘密王国。什么？秘密王国？在哪里？我们怎么去呢？我们一定要去！走吧，姐姐，拜托，拜托。我们走吧。温蒂答应了。接着，小仙子撒了金粉在孩子身上，他们开始飘在空中。惊奇的是，他们一起飞出了窗口。哇，好酷哦！强尼，你看，我们在飞！快来吧，我们还有一段路呢。经过一段旅程，他们到达秘密王国。在这里住着野生动物、印第安人、小仙子们、迷路的孩子们，还有危险的海盗。海盗的首领叫做虎克船长，虎克船长是彼得潘最大的敌人。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件事。有一天，虎克船长抓了印第安公主。为了救出公主，彼得潘跟虎克船长打斗。彼得潘用剑砍了船长的手，手掌掉入海里。一只鳄鱼把他的手掌跟表一起吞下肚。现在鳄鱼游过都会发出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所以这只鳄鱼被称为滴答。为了取代失去的手掌，他用铁钩取代，
这就是虎克船长的由来。彼得潘跟孩子们安全到彼得潘的家，没有被虎克船长发现。因为虎克船长总是用望远镜秘密监视王国的每个人，所以他们都很小心不被他发现。有3个迷路的小孩住在彼得潘家里，他们之前也被虎克船长抓住，后来被彼得潘救出来。他们围着温蒂。欢迎你，那表示我们每天都会有好吃的食物了吗？我要煮饭，是因为我是女生吗？但是我们没关系，你们很幸运，我喜欢煮饭，当然由我来做。晚上睡前，我还会讲故事给你们听哦。太好了！耶！孩子们开心地抱着温蒂。温蒂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，她会煮好吃的食物，烤蛋糕，还会说床边故事。温蒂跟彼得潘变成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起在森林散步，慢慢了解彼此。但是小仙子不喜欢他们的新友谊，她以为彼得潘忘记她，忽略她了，所以她开始讨厌温蒂。温蒂应该要回家了。彼得潘是我的朋友，是我找到迷路的他，并且带他来秘密王国。结果他现在一直跟温蒂在一起，而不是跟我。我一定要解决这件事。然而，温蒂完全不知道这些。她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帮忙秘密王国的大家。某天，当彼得潘跟温蒂在岩石上聊天的时候，不幸被虎克船长用望远镜发现了。在那里，是彼得潘，快！船上的每个人都对着他们开火，想射彼得潘。你们这2个笨蛋！不是我要射彼得潘。小仙子，带温蒂去安全的地方，我要去海盗船。今天是你的死期，虎克。走吧，温蒂，快点！小仙子立刻计划把温蒂留在云的上方，然后她直接飞去孩子们那里。各位，彼得潘说那里有一只大鸟停在云的上方，我们要把它射下来。孩子们快速拿了弓箭，开始朝云的顶端射。这时，彼得潘正在船上对付虎克船长。你的另一只手也要变铁钩吗，船长？如果你敢，我们应该用剑单挑。我在海边等你。你不是胆小鬼，会来吧？彼得潘飞去海边，当船一靠岸，2个人开始进行决斗。突然，虎克船长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滴答滴答。当他听到这个声音，焦虑地转身，并看到滴答对着他走过来。他把剑丢向空中，快速地逃到船上。救命！救命！哈哈哈哈哈！彼得潘对着虎克船长大笑。突然，他想到温蒂，他急忙飞回去找温蒂。害怕的状况发生了，他看到温蒂躺在地上，胸口有支箭。彼得潘非常难过，也吓坏了。他以为温蒂会这样都是他的错。小仙子，孩子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仙子告诉我们射云上的鸟，她说是你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朝云射，但是不是鸟，是温蒂。
所有的孩子都很难过，全都哭了。小仙子，你骗了我们大家！彼得潘弯下身，取出他胸口的剑。弓箭上没有血。剑刚好射中温蒂胸口的纽扣，没有刺进胸口。彼得潘发现他只是吓到昏过去，所以才会掉下来。温蒂，温蒂，快啊，快醒醒！温蒂张开眼睛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全部都开心地抱着他。他们一起回到家。小仙子从精灵树上看到这一切，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可耻。她到彼得潘的家，向每个人道歉。真的非常对不起，我骗了你们，很抱歉。尤其是你，温蒂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是因为嫉妒你们才会这么做的，我好丢脸。我欠你一命，小仙子。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。但是你的行为真的不对。今晚我要你去精灵树上，好好想想你做了什么。温蒂原谅小仙子，但是因为彼得潘要她离开，小仙子回到精灵树上。大家今天都累了，来吧，孩子们，该睡了。我来说故事。温蒂说了3个孩子到秘密王国的故事，她是在说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弟弟们想回家了，他们好想念爸爸妈妈。温蒂问了迷路的孩子们：“我们要回家了，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”跟你们回去，去真正的家，太棒了！我真不敢相信，我们要有真正的家了。彼得潘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？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的。不要，有一天你们都会长大变老，但是我永远都想要当个孩子。第2天，小仙子帮大家撒了金粉。正当温蒂跟孩子们开始飞的时候，虎克船长用望远镜看到他们，计划抓住他们。小仙子发现之后，立刻飞去告诉彼得潘事情的经过。彼得潘，快来！大家都被抓住了，快去救他们！什么？我们的朋友被抓住了？这个船长真是够了，真的死期到了！这次要让你变成鳄鱼的食物！他立刻飞向船，看到彼得潘之后，孩子们开心地大叫：“是彼得潘！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！”虎克船长立刻用剑攻击彼得潘，他们开始打斗。打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突然彼得潘听到滴答声，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，所以用尽全力把虎克船长打进海里。看到虎克船长掉进海中，滴答立刻朝他游过去。所有船员知道自己输了，也纷纷跳进海里。妈呀！救命！你这个奸诈的船长，快走吧！现在知道抓我朋友的下场了吧？现在秘密王国没有海盗了，而且还多了一艘船呢。彼得潘立刻帮孩子们松绑，他们一起发出胜利的欢呼。彼得潘成为新的船长了。好，
现在是时候回家了。我会确保你们几个平安到家的。万岁！彼得潘，很感谢你做的一切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的，温蒂，请你理解我，我无法住在那里。要跟温蒂还有孩子们分开，彼得潘其实很难过。还好有小仙子会永远陪伴着他。温蒂，我们可以去看你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来。他们互相拥抱之后，最后一次一起飞回家，爸妈很开心看到他们。温蒂、强尼、麦克，我们很想你们，你们去哪了？这3个小孩是？他们是迷路的孩子，妈妈。我们刚刚一起从秘密王国回来。秘密王国？温蒂告诉他家人发生的一切。他的爸妈很惊讶，但是很高兴又跟孩子们重新团聚了。当温蒂看向窗外，彼得潘跟小仙子已经离开，消失不见了。温蒂依然在挥手。彼得潘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Hey guys!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Kondo-san and watch the most popular fairy tales, cartoons, and nursery rhymes. Don't forget to click the bell for notifications.